大家好，我是小雪，欢迎大家观看这一次的《废土危城》的活动故事，耶！好久没有出现了的感觉吧？这一次我挺努力快速的剪出来，所以呢，不要这么快 NG 或者是剪片那么痛苦，就快速讲吧。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呢，他最近呢是不是跟上了新潮啊？就是呢，新年的时候呢，不是出了一个哪吒2嘛？就是那个哪吒2呢，现在红遍全球。如果在几年前你没有看过配音哪吒的话呢，应该都知道我配过那个音吧？宣传一下，我觉得我配的还挺像的。有空我会再配一下，可能会在6周年的模仿 VTuber 的视频里面搞出这一个。6周年是去年的事了，不说这个讲重点。总之就是呢，新年的时候就是出了一个哪吒2，然后呢这一次的是双非凡格嘛，就是佐伊跟洛昂的非凡格，老久没有出现他们了。然后我就在想呢，他不是跟上了潮流了吧？就是大家看一下这2个套装。首先第一个就是佐伊设计的这个摩多套，虽然这个摩多不是暖暖架的，竟然是大喵架的，代表你是不是考到摩多执照了？这个套装呢，目前看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，而且还挺酷的。让我不知道选哪个，但是是真的挺酷的。但是我觉得应该抽不到摩多吧，应该不会有太多的有趣的画面给我玩。但是呢，我想说，这个套装如果加一个马尾的话，是不是更帅一下？我是这么觉得的，是不是在学暖舞啊？也不算是学吧，就是想要和暖舞一样的操作吗？然后洛昂的这个套装呢，是不是有点眼熟啊？就是哪吒2的，对，就是敖瑞呀。想不想和我做个交易呀，大哥？算了，我配不出来啊，这个妖媚感的感觉，我学是配不出来。我本来以为呢，这个摩多套装呢是洛昂设计的，然后这个有点阴森，可是又不阴森，指甲又特长的，我以为是佐伊设计的，可是没想到这竟然是洛昂设计的。大概就是这样子吧，我们马上开始这一次的活动故事吧。刚才好像看到什么东西闪过。这次的格呢，大家就小心谨慎的去抽吧。虽然我的朋友20抽他就抽到这样子了，我刚开始以为他抽到完了，以为他40-50抽，结果他说他20抽啊就抽到这样子。我觉得他已经抽到七七八八了，最重要的部件都给他抽到了，我有点哇，我的天哪！虽然我不知道这一次的格呢欧不欧，可是我的朋友是挺欧的，我自己呢我是不知道的。最后经得起诱惑，但是大家抽格还是要小心一点哦，因为我们要对未知的520提前做准备。虽然今年呢可能是单赏格，因为去年有那个朱丽叶尔跟伊凡琴嘛，就是那个蜘蛛与叶的。那今年呢就不知道是什么了，但是呢还是要注意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进入游戏。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我的配音，我知道我配音很烂的。什么？原来你当时在玩游戏啊？数天前 Sevilla 总部收到了洛昂的语音简讯，里面没有洛昂的声音，只有一阵像是怪物的嘶吼。抱歉，我当时正在测试新的线上训练方式，没想到游戏场景这么逼真，我觉得暖暖和小雪也一定会喜欢。没想到Sevilla会用游戏做线上训练，怎么看都不是罗的风格。这是兰卡医生推荐的新型训练模式，虽然游戏与现实状况不尽相同，但能作为模拟恶劣条件战斗的工具使用。当然，对放松成员们的紧张的神经、维护心理健康也是很有效果。原来如此，那就开始吧。我们的第一次线上训练。整文读取完毕，玩家 ID 已确认，副本加载中。不同的房间内，智能头盔上的指示灯渐次亮起，科技屏徐徐展开，清澈的电子音在几个一喵耳边响起。加载完毕，请玩家确认基础信息。3137年2月19日，韩进市爆发原因不明的异变。
发生异变的人类会出现体温急剧降低、生发寒气、体表出现冰霜一样结晶的特性异化。同时，异变者将逐渐丧失自我意识，无视疼痛，展现出极高的攻击性，如同丧尸一般。巨细头部是异变者的唯一要害，但异变传播迅速，被异变者灼伤的人类将立即开始异化。而随着异变人数量溢增，寒气聚集造成的诡异冰霜也在城中蔓延。破败的街道，深白的寒雾，古怪的冰霜，或者残躯游荡的异变者，一张张令人不安的照片从光屏上划过，看得大喵毛直立。等等，路怎么根本没有说这是个恐怖游戏？现在推出还已经来不及了，别想逃跑！玩家角色身份已生成，任务切取中。副本任务，请扮演好自己在游戏内的角色，并以本轮匹配到的另外4位玩家一同终结寒境市异变危机。特别提醒，完成该任务即可取得团队普通胜利。另外4位玩家，不知道还有一个会是谁呢？拜托，添加神兵吧，本喵不想努力了。加密信息，注意，请确保独自查看包括个人任务及隐藏身份在内的加密信息，不要向任何玩家透露。特别提醒，完成个人任务将被视为战胜所有玩家，取得终极胜利。团队的普通胜利还是个人的终极胜利，一切都取决于你的选择。小雪碰了碰身边的暖会意，侧头握住小雪的手，两人隔着头盔半透明的屏幕相视一笑。希望我们玩得开心，当然也要取得胜利。多功能智能终端仪启动，神经传染设备已激活，脑电波模块已接入，初始武器已装载，开始异位传送。欢迎各位回到末日尽头。这么刺激，我也想要进这个游戏玩一玩，这好像他所说有点像恐怖游戏来着。本来就很害怕恐怖游戏，好像之前玩小暖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石头人，我就为了打败他，基本上是在那边乱叫的。好吧，我们开始吧。欢迎来到寒境市，请选择你首先想要探索的地图区域。注意，在系统发出新的传送指令前，不可更换探索区域，请谨慎选择。这2个选择简直就是心火两难啊！还说这不像哪吒2，左边这个火焰粉可能不就是哪吒的代表吗？右边那个极寒之徒不就是敖丙吗？那我要选择哪一个呢？哦，四处都在着火，怎么没有一点冰霜异变的痕迹？终端定位已完成。看了看一下当前基础信息，有点深奥。或有新的队员在等着你们，前往追踪，点击前往任务地点。哇！火光冲天，浓重的火药味直冲鼻腔。不过飞驰的子弹以震耳欲聋的爆破声，一同昭示着当下的混乱并未结束。恭喜玩家小雪、玩家暖解锁关键地点寒境市11区，区域基础信息已开放。播报响起的同时，一枚燃烧弹直飞来，传送至此的2人急忙奔跑躲避，以半堵墙作为掩体，查看起终端资料。寒境市11区犯罪频繁，帮派林立，灰色交易泛滥，城市中的着名山不管地带。异变爆发后，这里的法外狂徒们也变得更加疯狂。他们用大面积重火的方式驱散冰霜与异变者，使得11区的异变情况不算太过严重。然而，区域内的资源紧张，
为争夺地盘以物之，帮派间的冲突却越演越烈。我知道自己需要末世求生，我不知道还得应对帮派火拼啊！就在此时，一阵发动机轰鸣声由远及近，枪声随即变得越发密集，四周不断响起惊呼与哀嚎。吱！重型机车一个漂亮的急刹，嚣张横停在已然恢复安静的大街中央。一波情不知死活的家伙，赶到我们滚雷魔斗帮的地盘撒野。后座的女人收起手枪，帅气地跨下机车，向着从烟体后走出的暖暖与小雪扬起了下巴。佐伊，原来同曲的另一个玩家是你。嗨，小兔子，真高兴和你们匹配进同一局游戏。我是11区神枪手，滚雷摩多帮2把手佐伊。你这家伙还真入戏，真是个合格的玩家。矮小的机车驾驶员摇摇晃晃地奔下机车，摘下防风眼镜，2条小眉毛皱苦地扭在一起。暖暖，小雪，别光顾着他啊！我一个汽修工，只因为有含进式摩托驾照，就莫名被他捉来开暴力摩托，真的管管的。毕竟边驾车边枪战不太方便，况且谁让我们系统像提示的那样拥有相同的生命密码，所以传送到同一个坐标呢？这可是难得的缘分啊，小猫咪。不就是生日一样吗？这游戏系统也真是，要不是赛博算命，就会神神叨叨的。还有，本庙不是猫。别打岔了，小猫咪。还不知道南岛和小雪是什么身份？我们是来旅游的游客，因为一边被困在了城里。哼，我表现在觉得跟佐伊待在一起比一边还恐怖，像是圣诞雨中飘着，我不愿回想。由于大面积重火，11区并无冰霜侵蚀的痕迹。正当众人发愁如何调查时，佐伊的终端突然震动起来。牛啊，大姐大！刚才战况激烈，不得已才邀你过来支援的。这不会是你呀，天降生！帮派成员崇拜的声音传来，佐伊皱起眉头，嫌弃地将终端拿远了些。有事说事，没事过了。别！要谨慎！刚刚我看见老大了，虽然只是个一闪而过的背影，我不会认错的。佐伊面色一凝，转身朝四周看了看，神情渐渐严肃起来。知道了，滚雷摩托帮老大，听起来是个厉害的角色呢。他已经失踪一阵子了，如果帮派小弟没有看错的话，我们就在附近调查一下吧。我们的团体目标是调查异变，目标才不要帮你找什么帮派老大。异变爆发前，滚雷帮赞助了一项躯体强化研究，依我看，这次异变依然和那研究脱不开关系，他一定知道不少线索。再说了，佐伊把手挽起手枪，微笑着挑起了眉。我的确想快点找到我们的老大。成员在终端通讯里说，他是在枪战现场见到老大的，不如就在附近搜索一下吧。怎么说呢？现在佐伊就是老大，没想到佐伊现在有老大了。那个老大是谁呢？但是没想到大喵架起摩托来还是挺帅的。刚才是不是有一句话讲什么？帅气的停下来！哇，想象那个画面。好吧，不是重点，现在来一个混乱的枪战现场。倒地的帮派成员，死于枪战的帮派成员们都穿着印有各自帮派标志的统一服装。好吓人的场景，还好只是游戏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追踪了吗？那么接下来是帮派密室，去调查那个什么枪战现场了。我们能不能找到所谓的老大？在这儿啊！既然要调查枪战现场，小雪，你想从哪里开始？都说最关心自己的，除了爱人就是敌人。
其他帮派的成员说不定会掌握关于滚雷帮老大的重要情报。大喵十分积极，圆滚滚的身体穿梭在倒地的帮派成员间，还顺手牵羊，从一名红发鸡罐头身旁捡2个亮晶晶的东西。他四处瞥了瞥，确定无人注意后，将那东西揣进了兜里。暖暖默默移开余光，和小雪一起搜查起来，发现了一部没有绑定的终端。这个我知道，本喵修车的时候听人提起过，这个型号的终端功能单一，价格便宜，经常被帮派的人拿来当监听器用。佐伊看着倒地的鸡罐头，神色没暗。暖暖则开启终端，里面果然有一段录音。不好了，研究所那边来信说实验提议异变了。这个声音是我们老大，他们发来视频我看了，什么异变我不懂，但那实验体根本就是变成怪物了，被他桌上的人也都变成了怪物了。本来想要利用那冰晶里的神秘物质强化兄弟们的身体，好彻底灭了其他帮派，这下怎么办？奇怪的是，身为帮派首领，他的声音却满是慌乱，甚至十分恐惧。回应他的是另一个从电话中传来的经过了特殊处理的模糊声音，听起来反而十分气定神闲。慌什么？什么怪物？这分明就是最好的礼物。要是研究所的人，赶紧研究出2种药剂，一种是净化异变的，另一种得是能快速传播异变的。传播异变的药，咱们用那东西干什么？蠢货！到时候我们一边上班异变，一边卖净化药剂，岂不是想赚多少就赚多少？而且掌握这东西，不就是掌握了最恐怖的武器吗？原来如此。不过老大，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？照我说的去做。还有，我说过多少遍了，你才是滚雷帮明面上的老大，改改你的称呼。既然要调查枪战现场，小雪，你想从哪里开始？枪战中死亡的滚雷帮成员。滚雷帮成员衣服上都拽有闪电骷髅头标志，很好辨认。小雪翻看着死者们的随身物品，大多是香烟、糖果、备用子弹之类的东西，而个人终端只和持有者绑定，暂时无法查看。暖暖则细心检查起死者的状态，然而随着检查的死者越来越多，他的眉头却渐渐皱了起来。暖暖，你发现了什么了吗？按理说这么混乱的枪战，死者致命伤应该各不相同，但古雷帮的很多成员都是一枪正中眉心，直接毙命的。我记得终端好像有可以检测并分析弹核的系统。果然，分析结果显示，这些人都死于同一把枪。看来滚雷帮还有一个幕后老大，他为了战胜其他帮派，主导了躯体强化实验。实验出现意外后，他居然还不收手，甚至想通过传播异变来赚钱，真是坏事做尽。本喵更关心他们提到的那个冰晶。大喵十分积极地举起了手。之前本喵修车的时候，听到一个滚雷帮成员吹牛，说自己挖了个神奇冰晶，马上就能发财了之类的。依本喵所见，他捡到的肯定就是刚刚录音里提到的那个冰晶。另外，娜娜意外地调出滚雷帮成员伤口调查报告。滚雷帮的对立阵营中似乎有一个几乎百发百中的枪手。长时间混迹帮派的人，枪法都不会太差，而且就目前来看，他和异变应该没有什么关系。佐伊意味不明地挑了挑眉，快速将这个话题带过。就在此时，一阵奇怪的拖曳声突然从街角传来，而后是咆哮和暗哑嘶吼。佐伊立刻举枪，动作却在看清冲处的异变者后顿了一下。老大，这就是古雷帮老大，他居然也异变了。身形高大的异变者穿着拽有古雷帮标志的黑色皮衣，但裸露的皮肤全部覆满冰霜，双眼灰白，如同被冷雾遮蔽。
然而，当他的目光落下左翼一行人时，眼中的冷雾突然尽数散去，同人剧烈震动起来。随后，他竟正愣在原地，口中发出阵阵怪异叫，尖锐如蜂鸣。什么情况？新的异变状况吗？好可怕啊！众人被这变故搞得惊疑不定，大喵更是一下抽出腰间的枪，吓得双爪乱挥。扳机在忽然间被扣动，射出的子弹竟恰好击中异变者的脑袋。这莫非本喵是个百年一遇的世纪天才？大喵居然能靠运气击上异变者吗？这也太牛逼了吧！大喵，我第一次知道你这么牛逼呀！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新手试用期吗？好吧，那么接下来最后一个被击杀的异变者。异变的老大，失踪一段时间的滚雷帮老大，没想到已经成为了异变者。根据我的研究，根据我的思考，应该是那个幕后老大拿他当实验体了。本喵不会被滚雷帮的人报仇吧？放心，不会。那么接下来最后一个好多最后一个，罪孽过往。什么罪孽过往啊？从没想过自己会死得如此狼狈吧，老大。你好像完全不难过嘛，本喵只是品出了一点儿的嘲讽。难过有什么用？不如早点取得游戏胜利，离开这个鬼地方。一阵翻找后，佐伊从尸体身上找出了半张破子和一枚沾了血污的储存卡。他用那张纸将储存卡擦干净后递给小雪，接着将纸随手一团塞进了口袋，将储存卡插入终端，数据读取完毕。来自研究所的邮件，研究所负责人尼诺，进化药剂仍在研发中，实验观察表明，目前代号 X21 的版本仅能略微减缓异变在人体中蔓延的速度，无法完全清除或者抑制其扩散，仍需进一步优化。一段录像，视频的拍摄视角很奇怪，画面也有些畸变，应该是一段偷拍到的影像。昏暗杂乱的房间内，电视正播放新闻。不久前发生的洗衣区枪击案已顺利结案，嫌疑人居某已被无罪释放。经调查，案发当日，死者臧某与嫌疑人居某间爆发激烈冲突，双方对声过程中，居某发现臧某情绪激动，并随身携带了刀具，认为臧某意图对自己进行攻击。紧张之下误触扳机，恰巧击中臧某头部。随便一打就正中要害，这居某跟你一样，是个射击天才啊，小猫咪。不等新闻播完，便有一人不耐烦地上前关了电视。新闻中被害人臧某的照片一闪而逝，只能看出是个戴眼镜的青年。恰巧虎雷帮那群混蛋恰巧杀掉的人都够足个足球队了。同时他们把这件事压下来，我们靠慕名检举才让案件能够开启调查。没想到那人边说边转过身，红色鸡冠头分外惹眼，正在刚才死在枪战中的敌对帮派成员。这不是刚刚我们调查过的枪战使者吗？是和滚雷帮敌对帮派的成员。那个声音从画面外传来，但因为失真而无法辨别音色。滚雷帮真觉得自己能只手遮天吗？我倒要看看他们究竟有多大的能耐。站住，别做傻事，替你哥哥报仇可以，但不能这么直愣愣地跑过去。鸡冠头思索许久，随后叹了口气，我会想办法帮你加入滚雷帮，以你的能力一定能爬上高位，从内部瓦解他们。一阵沉默后，画面外传出了子弹上膛的声音。好，我用这把枪彻底消灭滚雷帮。话说回来，刚才的枪战里不就有一个枪枪致命，打死许多滚雷帮成员的神枪手吗？
机关头抬起手，似乎是拍了拍那人的肩膀。我也会搬到11区，方便相互照应。佐恩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为李应为他做点什么。看来佐恩就是新闻中的死者 X 谋了。原来事件背后还有这样的纠葛。没想到古雷帮不仅有藏于暗处的幕后老大，还有卧底其中的复仇者。既然古雷帮拿到了这段视频，那就证明他们已经盯上了机关头，开始调查内鬼身份了吧？哎呀，城市都快毁灭了，谁还有功夫找一个内鬼呢？哼，我倒没看出来你这么有大局观。不过现在古雷帮的内部问题并不是重点。本喵可是时刻谨记我们的团队任务，清除异变才是头的大事。佐伊斜眼看向大喵，大喵则挑判似的挺了挺肚皮。确实，调查异变才是现在最重要的事。异化的源头是那块冰晶。大喵，你知道滚雷帮的人是在什么地方发现冰晶的吗？让本喵回忆一下，他好像说，是从第9区废墟地牢挖出来的。随着大喵的话音落下，电子提示音在暖暖和小雪的脑内响起。玩家小雪、玩家暖暖已完成该区域线索收集，依照玩家在游戏中的身份特性，即将为你开启传送。新的路径指向新的可能，请依照提示进行下一步行动。你已成功结束对韩津市11区的探索，并成功了探索收集，剩余重要区域已解锁，请前往搜寻新的情报。那么极寒之图呢，就留给下一集吧。我还想说一句，这大喵该不会跟那个神枪手有什么联系呀？他们都一样是凑巧。哎呀，当一个有天赋的神枪手，还是那个是新手试用期呀？那么呢，这一次的故事就此结束，我们下一集那个叫什么极寒之图见吧。这一次的故事好像还挺不错的。故事呢，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洛昂呢，该不会他在那个冰天雪地里面吧？没想到大诺他竟然还可以考到执照。明明他的腿明明他的身份是一只猫啊，不，大喵一族来着，超出了我的想象，不愧是游戏世界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榜达，这是我尽我的全力去榜达出来的，基本上是全力了，尽全力了。也没有口罩，也没有面具，也没有剪指甲之类的，就是这么普通的，很像晚礼服吧。那么这一次的故事就此结束啦！喜欢我这些影片的话，记得在下方留言、按赞、分享出去哦！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，打开我亲爱的小铃铛哦！那么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！我真是尽我所能了。